一度爆汁的纽约客牛排，香煎大明虾的甲壳香气直接炸裂，绝对是值得一试的海陆双拼。焦香脆口的鱼皮，咔吱一口，鲱鱼龟粒的熟度刚刚好，完美。法式羊肋排，一口咬下去，骨肉分离，排餐表现超级亮眼。居然还有光培若蔬食，印度咖喱搭配脆饼，嘎嘣脆，这口感谁能不爱？充满咖喱酱汁的蔬食丸子超好吃。路易莎自有品牌冰淇淋，搭配自家浓缩咖啡，一定要献给你的美味。台中首家清燕熟成牛排来啦！各位观众，加爸呗，我是关老板，我是谭曼先生。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看后面的摩天轮，我们在台中的力宝乐园。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听说路易莎终于来台中开她第一间吃到饱了，超级期待。到底它的单点牛排加上无限吃的自助吧会表现如何呢 ？Let's go！有蛋姐嘞！想知道最新的餐厅开箱，请帮我订阅、按赞、热推，いただきます。期待已久的海陆双运终于上桌啦！包含了一个纽约客牛排、大明虾跟鲍鱼啊，看一下哦。旁边的白虾跟9孔包，这 size 差很多吧？非常期待，我们就开吃吧！来开切，先从牛排开始切起来。哇，你看这个断面非常粉嫩啊，我就喜欢这个熟度。我们今天点的是5分，对不对5分熟，对啊，我都建议牛排吃5分熟，让它的嫩度跟肉质是最棒。来啊，我们开切。是我的错觉，我觉得冠老板你的牛排切法都跟别人不太一样。哎呀，这个我不是很专业的那一种，但是反正就是肉可以吃起来吃就好。我觉得纽约客最好吃的就是它旁边这一块脆脆的东西。好，开吃啊！先来一块原味。哇靠！刚刚入口的那一块是我今年吃到牛排里头最多汁的，真的是非常好吃。来，再来一块，我们来沾个酱试试看啊！哇，开吃啊！我刚刚在试到底都是蘑菇酱还是红酒酱，因为它牛排的那个香气实在是非常的够。是红酒蘑菇，但说实在的，它的牛排表现太出色了，我觉得吃原味就非常好吃，最好跟它要一点盐，好可以享受一块是原味，其他再搭配这2个酱一起吃会更棒，好太好吃了，原味就好。再来就是它的9孔鲍鱼啦，这个 size 不错哦，刚刚有先稍微挖起来，然后后面有肝脏，大家吃鲍鱼有没有跟肝脏一起吃呢？个人是喜欢苦苦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汤汁啊，好不要浪费，一口干。我觉得这个9孔包呢有点可惜，因为毕竟它的鲜味没有来其他海鲜来的那么明显。我刚吃也是，我是建议还是要有点沾一点酱一起调味一起吃会更好吃。在悠悠然的西餐里头点虾，好像就是得徒手来。有没有厉害的人可以用刀叉撕大明虾的？拜托留言教我一下。哇，这个壳非常新鲜，一剥就下来，非常棒。而且它帮我们去背了，把那个肠泥给去掉了，有这个价位该有的西餐水准。不要说我都欺负你啦，我吃前面这一块就好，后面让大家享用一下。好，当然前面这一块是最美味的，因为它还有虾膏、虾脑可以一起吃。开动啦！这个明虾的这个虾肉是脆弹，然后它的甜味还有这个虾膏的浓郁真的是非常棒。如果它可以放在这边，让我们随便拿该有多好。可惜只有一只，真的好吃，好不好？来这边不要错过这个海陆双拼，值得一点。
这盘呢是我们的手抓海鲜，那包含了一些烤蔬菜，像是玉米、花椰菜、节瓜、茭白笋跟杏鲍菇，最后就是再搭配一个我们的烤这个鲷鱼下巴。首先来吃我们的烤蔬菜。烤蔬菜呢是我在这个蔬食料理里面最喜欢的这种原味料理的形式。然后杏鲍，这是烤美人腿，美人腿是茭白笋，那是美人腿。好，再来是节瓜哦，它节瓜蛮大只的哦，这个种的很大根，我喜欢。开始，绿花椰我们就整朵吃吧。它蔬菜都非常的新鲜、脆口，而且鲜甜。那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花椰菜的这个调味，非常好吃。接下来我们开始吃它的手抓海鲜系列，有白虾、玉米、海瓜子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你就先从不知道的开始吧。哦，这是重口味哦，来海瓜子再试一下。哦，这个是重咸的，再一个白虾。手抓海鲜还是用手拿比较好。这是蛋菜啊，而且它的蛋菜那个海藻须没有弄干净，有点可惜。这一道手抓海鲜我觉得表现的没有到很好。第一个是它有点太咸，如果像这种海瓜子的这种，还有刚刚第一个的那个鱼肉，几乎吃不到食物的原味。那蛋菜的话呢，是吃起来刚好搭配起来还不错。再来是它的烤鲷鱼下巴，其实就是我们的台湾鲷吴锅鱼啦。我烤得非常酥脆哦，这声音非常的不错。哇哦，期待它的鱼皮的口感，直接整块插起来是。我觉得烤鲷鱼下巴呢，还是手抓比较好吃啊。刚刚那样太湿润了，它的烤鲷鱼下巴蛮好吃的，而且它选的非常的大块，而且它的鱼肉跟那个油脂的比例我觉得很不错。有一些下巴它的这个鱼肚的部分的油脂有点太多，这一块非常刚好，而且烤得非常的酥脆，好吃，推荐必拿。这一道呢是我们的法式燕烤羊肋排，它点了3只哦，分量蛮大的，好不好？带骨的然后它佐的是薄荷酱。先来一口原味，还没看就知道你用手来的。哇，它的肉汁哇非常的丰富哦。我要开吃哦，第一口就是原味吗？哇，好，一咬就断，好嫩的感觉哦，要修。它的肉感有点蛮扎实的，而且带一点点这个汁水，还不错。不过我觉得风味缺了一点，比起刚刚的纽约客，我觉得它要搭酱汁吃。或者是食盐吃，每天蘸酱都手残，我们直接拿刀子抹上来。它的薄荷酱呢，是属于这种橄榄油口感的清酱，带一点点凉凉的跟酸酸的口味，搭配这个带油脂的羊排，我觉得非常好吃。最后一口啦！我刚刚第一口让轻轻的门牙稍微咬一下，整块肉就下来，它的咬感其实是非常好。那它的肉质也是非常的丰富，油脂度非常好。那么唯一的缺点啊，我觉得它只搭配一种酱哦，层次比较少，可能可以跟它要一些粗盐、海盐之类的，或者是台面上有什么其他可以搭配的话，会更好吃。因为就只有一种口味，我觉得吃多了会腻哦。来吃排餐总是要配一个浓汤的嘛，这里也是有酥皮浓汤。哎呦，这个声音不错哦。再来，我们拿了一个这个我们的比较特别的叫新加坡巴骨得哦肉骨茶，然后有点像是药炖排骨的概念，就先从清淡的开始喝。它的肉不多哦，记得先去头捞一点。这个肉骨茶真的是蛮好喝的，那入口呢是一种甜甜的味道，然后最尾韵有一点点回甘。那它给的这个肉量还不错，包含这个排骨旁边的肉也是给的非常的足够，蹭起来非常的爽，值得一推的好汤。范老板，酥皮浓汤是怎么喝？当然是很优雅的把酥皮先拿起来啊，一块一块的撕进去。哎呀，是这样喝的吗？然后再拌一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自己喝酥皮浓汤的吃法吧。这道是它的入门款
清艳嫩煎鲑鱼，这是整个鲑鱼菲力一整块，它佐的是白酒奶油酱。我对于这种酱汁第一次碰到，我先尝尝奶香味十足。白酒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再来一口，我觉得几乎是这个鲜奶油的口感啊，好不好？几乎没有那个葡萄味，也没有酸气，你可以把它视为就是奶油酱。一个好的鲑鱼，鱼皮很重要。这个酥脆感一定很赞，那我们就开吃啦！啊，是这样子吗？连鱼皮一口咬，老板，这道好像是我的餐点呢。你刚刚有吃牛排吗？你刚刚有吃名家吧？没有，你刚刚也有吃羊排吧？也没有。回到 Look in my eyes。啊，能都给你吃。能。这个煎鲑鱼菲力的熟度相当的不错，保有这个肉质，但是还是全熟哦，它不是那种半生熟，但是这个肉感非常好。奶油白酱是增添了它另外一层层次跟风味，蛮好吃的，我觉得也可以点起来。这个接近鱼肚的地方，我还是吃一下好了。精华就交给我啦。哎呀，这样油脂感很不错哦。好，沾点它的白酱，开始啦！我觉得整块鱼菲力呢，这个最接近鱼肚这边薄薄的位置是它的精华。为什么呢？它的鱼皮是酥脆的，在下面也是酥脆的，然后中间的这个鱼肉呢，带的油脂非常丰富，咬下去上下的那个脆皮跟那个油脂的鲑鱼非常好吃。接下来呢是它的这个蔬食系列，它有一个品牌叫做光培若蔬食，那它有一个区域呢，就是专门是这一系列的蔬食料理包含了这个印度脆饼啊，然后印度咖喱，还有一个这个酥炸芋泥球，还是马铃薯球。OK， 然后再来是它的这个法国面包佐2种，一个是沙沙酱，另外一个是这个类似松露鲜菇，然后上面撒满了醋膏。我们就开始吧。我今天比较期待的是这个野菇佐这个番茄与醋膏，巴萨米粉醋膏。好，开吃吧。很酥，我已经听到那个酥酥的声音了。不建议一口塞，它的这个法国面包呢，烤得非常硬，有点刮舌头分2口再进去。醋膏的甜味我觉得蛮均衡的，搭配这个香菇，我个人蛮喜欢的。下面一位，这个是沙沙酱佐起司酱，再佐醋膏，3种酱混在一起，开始。这个番茄泥呢，酸香浓郁，我觉得比起上一个这个更对我的胃口。不错，印度脆饼，哇，这看起来就有点像多利多汁的口感一定非常的酥脆。开吃。哇塞，这个也太脆了吧！哇，油香的，而且有那种千层的口感，非常好。好，我们来沾一下它要搭配的这个印度咖喱。哇，那一咬整个都酥掉啊！来，这个就是要沾印度咖喱酱。哇，一口干，沾酱之后更好吃，那个浓郁的香料味，哇，非常的搭配这个脆饼。再来，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配料包含它的蔬食丸子、花椰菜跟一些红萝卜之类的。丸子先来，开始。它的丸子口感很棒，而且它有放一些香料。我对蔬食不是很了解，反正总结一句就是我喜欢，可以多吃几颗。这丸子这么好吃的，我真的很少见我甚至觉得它比一些有肉的贡丸类还要好。这一道呢叫酥炸马铃薯球就是我们的薯球，只是它做成这种尖尖的形状。温馨提醒一下，它的番茄酱在披萨区。哇，开吃！它的马铃薯泥非常的绵密，很绵密，对不对？它看起来不像是一整块马铃薯下去炸出来，对，它是薯泥，然后把它做成这个形状之后下去炸，还蛮好吃的。比起一般的薯条，我觉得这可以尝试一下。
再来是我们的这个生食海鲜盘，包含了旗鱼生鱼片、鲑鱼生鱼片。我们第2轮还有出鲑鱼肚哦，这是2轮的不一样的鲑鱼，烫白虾，然后这个贵妃包片、小颗的9孔包，以及这个肉蛮肥美的海瓜子，搭配一些柠檬、橘子、蔬菜，颜值不错。这里的 wasabi 有点特别，他说它是静冈芥末，那不知道是风味如何？来开吃。它的旗鱼呢切得不大片，那口感非常绵密，新鲜度是够的。不过有点可惜，它的口感还是带有一点筋。我喜欢那种店家比较贴心的把筋的部位稍微去掉，或者是它的刀工比较好，它可以去错开那种筋，会更好。再来就是它的鲑鱼啦，首先是来一个油脂比较少的部位，下面一位鲑鱼肚，哇，这个油花真的是太漂亮啦！开吃。第2块鲑鱼肚的美味，真的是完全吊打前面的鲑鱼啦。它的鲑鱼呢，就是每一盘上完之后，它会再切不一样的部分。现在第3盘我刚刚看了一下，都是鲑鱼哦，建议鲑鱼肚拿爆。他们这边上餐有时候你还是要去寻一下，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菜色或者是部位。因为我觉得这边的这个buffet的吧台里面的菜盘，它不会很大份，所以它是用很快速轮动的方式去更新它的菜，我觉得这一点不错，食材会比较新鲜。没错没错，要不然一盘大盘的放太久的话，它就会失去它原本的风味。接下来是白虾啦，白虾的大小中规中矩，剥起来又不行了，这个没有每天练是不太行的。是不是因为最近早泄太久之后就没有练习剥虾了？吃蟹好吗？不要说我早泄。你是早泄达人吗？原味白虾，开吃。白虾的新鲜度完全没有问题，脆弹 Q 甜，即便放在这个鲑鱼肚的后面吃，依然不逊色，好吃。白虾必拿。哦，对了，它好像还有烤白虾，待会我们再试试看。再来，我们来吃贵妃包片，这个就是我们体验菜常出现的。开吃。你跟我说你吃不出这个口味，对不对？对，其实它就是那种鲑鱼的那种脆脆、Q Q 弹弹的、甜甜的口感。但是一般来讲，这种应该会搭一些美乃滋，或者是凤梨罐头。五味酱也可以，可以更激发出它另外一股味道。对啊，它其实这是调味过的鲍鱼片啊。我觉得这个我对它的印象就是那种小时候流水席，然后一整罐的有没有那个豆皮的那一种，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没错，蛮有回忆感的啊。这个吃的不是很美味，而吃的是回忆啊。试一下它的海瓜子，然后这肉蛮饱满的，它肉蛮大块的，海瓜子厉害哦，肉大块又够甜，这样子，水分也很多，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好吃，推荐。再来是它的这个是迷你版还是奈米版的9孔包？好了，如果好吃，size 不重要嘛，对不对？就像说不定小颗比较甜，甜度集中。来开吃。再来是他们的沙拉区的部分，一部分是生菜区，一部分是他做好的这种沙拉料理。那我拿的是这个云南大薄片，然后这里的生菜都是我喜欢吃的，火焰生菜、木薯芽、罗曼辛、豌豆芽，搭上我最喜欢的凯撒酱。来了，这个猪肉薄片，开始。它的这个肉感蛮扎，是酸酸甜甜的这样子，加上这些青菜，是一个很不错的开胃菜。来吃这个排餐大鱼大肉，好不好？还是要吃点青菜balance一下啦。喜欢的菜就给它吃起来。罗曼辛加上火焰生菜，沾一下我们的凯撒酱。哎呦，吃点菜，感觉活力就来了。哇，它的凯撒酱真的是蛮好吃的，甜香够味，又够浓郁。
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有一个 YouTuber 很厉害，对，他玩了一个很厉害，然后这样加一球进去，哦，让它直接融掉吗？让它融掉。你那是热咖啡吗？是热的，那最后吃得到冰淇淋口感吗？不知道，我想要试试看，看起来好像很不错。我待会也想要尝一口。看，要趁冰淇淋还没融掉之前吗？哇哦，好喝哎，好吃吗？干，我也要吃。那个香草上面带一点咖啡味，就是这一球，对对对，你看，重要的就是这个冰淇淋淋着咖啡。他们家的冰淇淋真的很丝滑，那个下去都不用处理，摸一下就起来了，不怕拧哇。对，真的很爽，好吃对不对？这样吃蛮棒的，有点像那个冰淇淋红茶咖啡版。对，它原本就是一种意大利，好像就是这种冰淇淋加进去咖啡的甜点，那是加 espresso 浓缩咖啡。但是因为我比较怕苦，所以我选拿铁。我个人不怕苦，那你等下可以去拿个拿铁，所以我当老板。好，滚。接下来这一盘呢是它的甜点，首先是它的青柠乳酪蛋糕，还有2种口味的马卡龙，蓝莓跟草莓，还有蛋黄马卡龙。这个比例有点奇怪啊。那我们就从马卡龙开始吃吧。这个是什么？蛋黄马卡龙是不是？好啦，蛋黄流沙包啦，我来感受一下它流沙包有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的话，这个剥出来的手感很重要。看来是实心，一点都不流沙啊，失败。下面一位，经过了证实，它真的标的是蛋黄流沙包，但是名不符实，我觉得它只能叫做奶黄包而已。但是口味中规中矩的，不难吃。少女的酥胸马卡龙，大家喜欢粉红色的酥胸还是紫色的酥胸？我更喜欢警察把你抓走的那一种。我觉得它马卡龙甜的恰到好处，搭配它的喝不完的路易莎咖啡，很适合当下午茶。我跟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几个蛋糕的这个表现没有到很好，但是马卡龙不错，好吃。我们今天就用黑糖串冰来收尾吧，因为我刚刚看到了，还有椰果，然后黑糖酱，还有一个很特别叫龙凤果，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看起来像荔枝，但中间好像包了什么东西，我猜是荔枝包凤梨。开吃。应该是荔枝包凤梨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叫龙凤果应该要是龙眼包凤梨吧。下面观众知道帮我补充一下，怎么取这个名字。各位观众啊，带小孩很烦，对不对？没关系，找一个倒霉的大人，刷卡给他刷2下，小孩子丢进去，叫那个倒霉的大人去陪他。你就可以爽吃你的牛排啦，真的很爽，而且小朋友到这边应该会玩到疯掉啊！没有错，但是谁会当那个倒霉的大人呢？当然是爸爸。花钱还要出人，亏本啊！又到了结尾时间啦。今天呢，整个吃下来的体验呢，我觉得重点当然是它的排餐啦。我们点了3种排餐，那里头最厉害的当然是它最贵的那一份海陆双拼，特别是它的纽约客牛排，真的是非常的惊艳，是我此生当中吃过最多汁的牛排啊，非常印象深刻，很棒，此生当中真的，哇，那咬下去那个汁水是爆炸，砰砰砰砰砰砰，它那个肉感真的是很扎实。对啊，再来就是它的鱼排，它的鱼排我觉得真的煎得刚刚好，里面保有湿润，然后又有煎出那个脆度。还有那个是大明虾啊，那个虾膏的那个丰富程度呢，还有那个虾肉的 Q 弹，不错。倒是那一颗鲍鱼，我觉得有点可惜，它有点像配角啦啊。对，它比较像是配角。如果你想要吃到那种爆汁的牛排，直上纽约客就对啦。那在它的沙拉吧部分呢，它的样式我刚刚稍微盘点了一下，大概60-70样菜色啦。那我自己个人觉得不错的地方有，第一个它生鱼片有给到鲑鱼，甚至第2轮的时候还有出现鲑鱼肚，这个我觉得值得嘉奖。那它的海鲜的部分呢，白虾有新鲜，
然后还有出到小鲍鱼，甚至它的海瓜子也是非常的多汁又大颗，这个都是值得嘉奖的地方。还有就是特别要讲，就是他们因为路易莎他们本身就是做咖啡的嘛，像他们自己家里的咖啡跟他们自有品牌的那个冰淇淋，这两者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好吃，真的好吃。意式那个冰淇淋加 espresso， 哇，那个真的是很棒。非常好吃。如果说你怕苦的话，你也可以搭配，例如说拿铁就好。没有错，这个是一个值得一吃的 DIY 吃法。尤其是那个冰淇淋微微融化的时候，哇，搭配咖啡那种顺口感，超棒。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他们自有品牌的这个光培肉蔬食的那个专区，里面有一道印度料理，里面有一个素的丸子，我觉得哇，超级好吃的，我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丸子，也推荐给大家。尤其是那印度烤饼，是脆饼的那一个一定要拿。那个烤那种感觉，非常棒。而且它带着淡淡的甜气，真的很棒。我们最近呢刚好吃的汉来海港跟牛市，连续2个礼拜都这样子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绿燕牛排，青燕大哥，青燕熟成牛排，它的这个自助吧的部分呢，我认为它有想要往汉来靠拢的感觉。虽然没有它那么丰富，但是在某一些品相上，我觉得它拿出来的食材算是相当有诚意哦。往上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但是排餐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如果预算够，想吃一个厉害的排餐，搭配一个丰富的自助吧，我觉得路易莎的青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用餐的是平日的这个中午，我们是从12点吃到2点半，用餐时间非常的充裕。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直接停它的芙蓉大饭店地下室的停车场，搭电梯上来。那它餐厅呢会给2小时的停车礼。最后记得每个周五、礼拜五，可恶，老板一口气。好，再一次记得每周五早上6点，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不给我们观众吃饱，非要吃虫啊！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热推。我们下周见。